景川妈来了，妈，快来坐。给你带的土鸡蛋攒了2月，哪来的脏东西？好好一个家，搞得跟猪窝似的。我来，别碰你，手也脏。陆景川，你也是，下次来之前打个电话，提前说一声。家里刚请阿姨做过深度保洁，你这一进来，地板都踩花了。知道的说是来看儿子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上门打秋风呢。下次想带东西去超市买点像样的。这可是我妈辛苦从老家带来的心意，你们怎么这样？景川，要不妈走吧？你岳母不喜欢妈来，妈以后不来了。你别为了妈跟他们闹，你过好日子就行。妈，你别走，你坐了8个小时车来看我，你哪儿也不用去，你先躺会儿。坐了1天车，累了。苏婉晴，你跟你老公说，让他妈今天就走。住在这儿像什么回事？客房的床单我上个礼拜才换的，你也别不高兴。咱妈说的也有道理，你妈来看你看了就行了。今天让她回去吧，要不然附近找个酒店住一晚，我出钱。乡下来的，身上味道重，被子枕头怕是都得换。这是我的房子，既然你们不让我妈住，你们也别想住了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我说这是我的房子，你们也别想住了。陆景章，你疯了？你跟妈说什么呢？我没疯，我清醒得很。你翅膀硬了是不是？我女儿养你3年，你就是这样报答我们的？养我3年，妈，这套房子是我爸妈出的首付，月供是我还的。你女儿每个月工资卡在你手里，她拿什么养我？你胡说八道！胡说八道！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，不信你们看。陆景川，你干什么？收拾东西，你要去哪儿？回我妈那儿。哦，对了，你让她住酒店是吧？那你们俩也去住酒店。这个房子从今天起我锁门了。苏婉晴，你就看着她这样，你是个女人吗？苏婉晴，我给你3天时间，3天之内让你妈跟我道歉，否则离婚。离婚？对，离婚，你听到了。我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妈，我们到家了。行，妈给你铺床，你先歇着，我去给你煮碗面。妈为了我，什么都能忍。一个人住在这里这么久，第1天苏婉晴没来，第2天苏婉晴没来，第3天苏婉晴还是没来。手机上有她打的10几个电话，我一个都没接。你来干什么？陆景川，妈来跟你道歉的。我愣了一下，道歉？这个女人会道歉？进来吧。陆景川，那天是妈不对，妈不该那样说你妈。妈就是嘴上没把门的，心里不是那个意思。那您心里是什么意思？心里就是觉得你妈大老远来应该提前说一声，但妈表达方式不对，妈知道错了。妈，您知道我妈坐了8个小时火车来的吗？知道。您知道她攒了2个月的鸡蛋吗？知道。那您把她的鸡蛋倒进垃圾桶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她的感受？妈，我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您道歉我接受，但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以后我妈来，您不能再说那些话，什么脏不脏的，什么乡下来的，一个字都不能说。行，妈记住了。还有，这个家是我买的，您不能动不动就赶我妈走。这是我的家，我妈想来就来。行，都听你的。那走吧，回家。陆景川，你比你妈有本事，妈以后不会了。他的表情不像是在敷衍，但我不确定，经历过一次，我不会再轻易相信了。陆景川，你回来了。
老公，你消消气。这3天我一直在跟我妈说，让她给你道歉。她终于想通了。你跟他说了3天？对，我跟她说，你要是真走了，这个家就散了，她才答应来的。苏婉清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你问。你妈来道歉是她自己的意思，还是你逼她来的？是她自己的意思，我只是在旁边劝了劝。劝了劝，你劝了3天，这叫劝了劝？陆锦川，你别纠结这个了，重要的是她来了也道歉了，以后不会了。苏婉清，你记住，你妈道歉是因为她知道错了，如果她心里不认，嘴上道歉也没用。我知道了。日子恢复了正常，但正常只是表面。刘秀涵嘴上说不说了，但我能感觉到他看我的眼神变了，不是敌意，是忌惮。他知道这套房子是我的，他不敢再像以前那样了。但苏婉晴不一样，她还是老样子，什么都听他妈的。陆景川，你妈最近还好吧？还好。那个，你妈一个人在老家也没个伴儿，要不让她来城里住？你们不是有空房间吗？妈，您是说真的？真的，妈以前做的不对，想弥补一下，让你妈来住几天，妈好好招待她。我看着她，心里有10000个不信。我跟我妈商量商量。妈，刘秀兰让你来城里住几天。她让我去。对，她说想弥补一下，好好招待你。儿子，你觉得她是真心的吗？我不知道，但至少她开口了。我去吧，妈不想让你为难。如果他真心改了，那是好事；如果他不是真心的，妈忍几天就走，不给你添麻烦。妈，您不用忍，如果他敢对您不好，我直接带您走。好，妈听你的。挂了电话，我心里七上八下的。刘秀兰这个人，翻脸比翻书还快。她主动让我妈来，到底是真心还是设套？不管了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亲家来啦，快进来坐。打扰了，亲家喝茶。谢谢。妈来啦，晚上我做饭给你接风，你想吃什么？随便，不麻烦。不麻烦，不麻烦，都是一家人。我站在旁边看着刘秀兰的表演，心里冷笑，但面上没说什么。亲家多吃点儿，你太瘦了。我看着这一幕，总觉得哪里不对。刘秀兰什么时候这么热情了？亲家，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。什么事啊？是这样的，苏婉晴她爸走得早，苏婉晴是我一个人拉扯大的。这些年我一个人住也挺孤单的，我想着你能不能也搬过来住，跟刘秀兰住一起？咱们老姐妹做个伴儿。这不合适吧？怎么不合适？咱们都是当妈的，住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。再说了，你一个人在老家，我也不放心。可是亲家，你就别推了，我真心实意的。你搬过来，我给你收拾一间朝南的房间，阳光好。妈，这件事不能急，我妈在老家有自己的生活，不能说搬就搬。你看看你，妈跟亲家商量，你插什么嘴？妈，这不是插嘴，这是我妈的人生，她有权利自己做决定。行，不急不急，亲家你慢慢想，想好了告诉我就行。我看着她的笑容，心里更不安了。她越热情，我越害怕。儿子，你岳母这个人不简单。我知道，她突然对我这么好，一定有目的。我也这么想，但不知道她到底想干什么。儿子，妈有个感觉。什么感觉？她是想把我也控制住。你想想，如果我搬过来住，她就能天天在我面前摆谱。我住她的房子，吃她的饭，就得听她的。到时候她想欺负我，我也不敢说话了。妈，您想的对，她就是想把你拉过来当人质。所以妈不能搬过来。妈在老家虽然苦，但至少自由。妈，您放心，不管她耍什么花招，我都不会让她得逞。亲家，想好了吗？亲家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老家那边还有几亩地，还有鸡鸭要喂，走不开，等以后再说吧。行，那以后再说。不过亲家，你这次来多住几天，我带你去逛逛商场，给你买几件新衣服。不用，我有衣服穿。亲家，
你别跟我客气，你穿的那件外套都旧了，我带你去买件好的。亲家真的不用，我习惯了穿旧的，新的穿着不自在。那好吧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松了一口气。妈扛住了。亲家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儿子，你岳母这个人，妈看出来了，她不是真心对你好，她是在演戏。我知道，但有一点妈想不明白，她费这么大劲演戏，到底图什么？图控制。他想控制这个家里的每一个人，您、我、苏婉晴都是他的妻子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妈，您放心，我有办法。儿子，你受委屈了。妈，我没受委屈，我只是看清了一些人。妈走后，刘秀兰的态度又变了，不是变差了，是变得更好了。她开始每天给我收拾房间，甚至开始叫我儿子。儿子，今天这菜合胃口吗？我听着“儿子”两个字，浑身不自在。妈，你最近怎么对我老公这么好？妈以前做的不对，现在想弥补。陆景川是妈的儿子，妈当然要对他好。这就对了嘛，一家人就应该和和气气的。我看着他们母女俩，心里冷笑。刘秀兰这出戏演得越来越像了，但我知道狐狸尾巴迟早会露出来。果然，1周后，狐狸尾巴露出来了。陆景川，妈有件事想跟你商量。什么事儿？苏婉晴她表弟今年要结婚了，女方要彩礼18万。苏婉晴她舅妈来找我了，说家里凑不齐，想找我们借。借多少10万。？10万？我们哪有10万？有，你们每个月的存款妈都记着呢，加上你工资卡上的钱，够的。我的工资卡？你怎么知道我工资卡上有多少钱？苏婉清告诉我的。苏婉晴，你把我的财务情况告诉你妈了？妈问的，我就说了。我问你，你妈还知道什么？妈什么都知道，你们每个月挣多少，花多少，存多少，妈心里都有数。一家人嘛，有什么不能知道的？妈，我最后说一次，我的钱是我的钱，苏婉纯的钱是苏婉纯的钱，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，不是您的提款机。您想借10万给表弟，可以，但必须我和苏婉莹都同意才行。妈已经跟苏婉莹说过了，她同意了。她同意不算，我也得同意。你不同意？陆景川，那可是苏婉晴的表弟，一家人帮一把怎么了？帮一把可以，10万太多了，最多借2万，而且要打借条。打借条？都是自家人，你还非要打借条？不打借条就不借。陆景川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我过分？您背着我查我的存款，还让我老婆瞒着我答应借钱，谁过分？陆景川，就听妈的吧，10万也不多。苏婉清，你闭嘴。这件事我说了算。客厅里安静了，刘秀兰盯着我，眼神像刀子一样。但我不怕，这套房子是我的，这个家我说了算。陆景川，你就答应妈吧，她都答应舅妈了，现在反悔多丢人。丢人？你妈答应的时候问过我吗？她忘了。忘了？她什么都记得清清楚楚，唯独忘了问我。苏婉晴，你能不能别当睁眼瞎？但那毕竟是我表弟，结婚是大事，我们的日子就不是大事了。10万块，我们攒了多久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知道你还答应，
苏婉晴，你到底是老公重要还是你妈重要？你不用回答，你的行动已经告诉我了。陆景川，我下次一定先跟你商量。没有下次了，这件事到此为止，最多借2万，打借条。你妈不同意，那就别借。第二天，刘秀兰知道了我的决定。行，听你的，2万就2万。我有点意外，她这么容易就妥协了，但很快我就明白了，她不是妥协了，她是在等下一个机会。果然，3天后，苏婉晴跟我说了一句话，让我彻底炸了。陆景川，妈说想把你工资卡拿去她那儿保管。什么？她说一家人钱放一起比较好管理，你的工资卡放她那儿，每个月她给你发生活费。苏婉晴，你脑子是不是有病？我的工资卡凭什么给你妈管？妈说这样能攒下钱。攒钱？他帮你表弟借钱的时候怎么不说攒钱？苏婉晴，你能不能有点主见？你妈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？苏婉晴，我最后跟你说一次，我的工资卡谁都不能碰，你妈不行，你也不行。他点了点头，但我知道他点头只是因为怕我生气，不是因为他真的懂了。又过了1周，刘秀兰突然生病了，不是小病，是急性阑尾炎。苏婉晴慌了，赶紧送她去医院。手术很顺利，但需要住院观察几天。苏婉晴守在病房里，寸步不离。陆景川，你来了。给您带了换洗衣服。陆景川，妈谢谢你。谢什么？您是我岳母，照顾您是应该的。妈是说谢谢你这些日子忍着妈。妈知道妈有时候过分了，但妈心里是真的把你当儿子。我看着他，他的眼睛里有泪光，我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演的，但那一刻我没有抽手。刘秀兰住院那几天，我每天下班都去医院看她，给她带饭，陪她聊天。她跟我聊了苏婉晴小时候的事，她一个人带苏婉晴的辛苦。苏婉晴3岁的时候，她爸就走了，我一个人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，累得有时候抱着她哭。后来苏婉晴大了，我就发誓这辈子不能让她受委屈，所以什么都想替她安排好。陆景川，妈知道这样不对，但妈改不了。妈，我理解您，但您要知道苏婉晴已经长大了，她有自己的生活，有自己的家庭，您不能替她做所有的决定。我知道，但妈怕她吃亏。她不会吃亏的，她有您，还有我。她有你，妈放心。妈，你想说什么？陆景川，你不用每天都来，你上班忙，让苏婉琪来就行。没事儿，我不放心你。你不恨妈吗？妈以前那样说你妈。恨过，但您是我岳母，我不能因为恨就不管您。那你现在呢？还恨吗？现在不恨了，因为您变了。妈其实没变，妈心里还是觉得你抢走了苏婉欣。那您为什么还要对我笑？因为你对她好，妈看得出来，你对她是真心的。妈这辈子最怕的就是苏婉晴受委屈，所以妈看谁都不放心。但你让妈没办法挑毛病。妈，我没想抢走苏婉晴，我只是想跟她一起过日子。您永远是她妈，这一点谁都不能改变。但您也得学会把她当成一个大人。陆锦州，妈试试吧。但妈改得的慢，你别嫌妈。我不嫌，您慢慢改。刘秀兰出院了，回家之后，她真的变了，不再查我的存款，不再干涉我的事，也不再背着我和苏婉晴商量什么。苏婉晴都有点不适应了。妈最近怎么不唠叨了？因为她找到了自己的生活。
他以前也跳广场舞，但跳2天就不跳了。这次不一样，这次他是真的在交朋友。陆景川，是不是因为你，我妈才变了？也许吧，但主要还是他自己想通了。我心里松了一口气，也许这个家真的可以好起来。一切看起来都很好，但有一天，我在苏婉晴的手机上看到了一条消息，是他表弟发来的。姐，上次那2万块钱，妈说不用还了，谢谢啊。不用还了？我明明说了要打借条的。苏婉晴，这怎么回事？2万，借给你表灯的2万，说好打借条的，怎么不用还了？这是我妈跟舅妈说的，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你妈背着我说不用还了，你不知道？陆景川，就2万块。2万块也是钱。苏婉晴，你妈答应了我的条件，打借条。她现在说不用还了，就是不守信用。你跟你妈说，借条必须打，钱必须还。陆景川，都是亲戚，逼着还钱多难看。难看？你妈背着我做决定不难看。苏婉晴，你到底站哪边？陆景川，妈说借条会打的，但还款日期可以宽限一些。多久3年。？3年，借2万还3年。表弟刚结婚，手头紧。行，3年就3年。但借条必须写清楚，借款2万，3年内还清，有利息，年利率按银行定期算。还要利息？当然要利息，亲兄弟明算账，你妈不是常说这句话吗？刘秀兰在旁边坐着，一句话没说，但她的眼神告诉我，她很不高兴。我不在乎，她不高兴是因为她没能像以前那样控制我，而这一次，她输了。借条的事过去了，但我和刘秀兰之间多了一层看不见的隔阂。她不再像以前那样热情了，也不再叫我儿子了，她恢复了以前的样子，冷冷的，淡淡的。苏婉晴夹在中间，左右为难。有一天晚上，她跟我说了一句让我很意外的话：陆景川，你跟我妈的关系永远不可能真正好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都是强势的人，你不会让步，他也不会让步，2个人在一起，总得有一个退。那你呢？你退吗？我不会退，因为如果我退了，你和你妈都会得寸进尺。我不是非要压谁一头，我只是想有一个平等的家。如果连这点底线都没有，那这个家就不是家，是战场。你妈想继续住，可以，但她不能总想控制我们。陆景川，你太累了。周末，我约了哥们儿赵明远出来吃饭。赵明远听完我的事儿，叹了口气：陆景川，你岳母这个人典型的控制型人格，她对你好是因为她怕你，你强势她就退，你一软她就扑上来。我知道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样硬撑着，能撑多久？撑到苏婉熙长大为止。她不会长大的。陆景川，你看看她，30多岁的人了，连自己的工资卡都管不住。她不是不想长大，是她不能长大，因为她妈不允许她长大。那怎么办？让她妈放手。但你知道，控制型的人不会主动放手，除非什么？除非你让她意识到，她不长大，就会失去你。赵明元说的对，苏婉晴不是不想改变，是她从来没被逼到那个份上。回到家，我一直在想赵明远的话，让苏婉晴意识到她会失去我。我需要一个机会，机会很快就来了。苏婉晴的公司要派她去外地出差1个月。陆景川，你说我去不去？去啊，为什么不去？我妈说不想让我去，她说外地不安全。
你多大了？出差不安全？你妈是不是还拿你当小孩？你就别损我妈了。苏婉晴，我问你，这个出差机会对你重要吗？重要。领导说回来之后可能升职。那你去，你妈那边我来应付。好，那我去了。他走了之后，家里只剩我和刘秀兰，两个人大眼瞪小眼。第一天相安无事，第二天，刘秀兰开始作妖了。苏婉晴出差第3天，陆景川，妈有件事儿跟你说。什么事？妈想把你那间空房间租出去。什么？你妈不是不来住吗？那房间空着也是空着，租出去1个月能挣2000块。妈，那间房间是给我妈留的，她随时可能来。她不是说不来吗？不来就浪费了。陆景轩，你别小气，2000块1个月呢。这不是小气不小气的问题。那是我的房间，我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。您不能替我做决定。陆景舟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妈替你操心，你还嫌弃？操心？你是惦记那2000块钱吧？你这个不孝的东西！妈，我不孝。您背着我，把我的存款情况查了个底朝天，还让我老婆瞒着我答应借钱给表弟，这些事儿您忘了？有一天晚上我加班回来，累得要死。陆景川，饭还没做呢。妈，我加班到现在累得不行了，您自己点个外卖吧。外卖？外卖多不健康！你娶了我们家婉晴，做饭不是应该的吗？妈，我娶的是苏婉晴，不是给您当保姆的。苏婉晴在家的时候，她做饭吗？苏婉晴是女人，女人不用做饭。那我也不是保姆，咱们住在一起，家务应该一起分担。您让我一个人做，我做不过来。今天我不做了，您自己做，或者点外卖。我不是懒，也不是不孝顺，我只是不想被当成工具人。如果今天我不说不，以后每一天都会是这样。你这个男人一点都不顾家。您要顾家去找别人，我不是。苏婉晴出差第20天，我受够了。苏婉晴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还有10天。我撑不了10天了。你不在家，他天天指使我干活，我不做他就骂我不顾家。苏婉晴，你管管你妈。陆景舟，我妈年纪大了，你让着点儿。让着点儿？我让了3年了。苏婉晴，你听好了，你回来之前，如果你妈再这样，我就搬出去住。别，你别冲动，我跟我妈说。你跟她说什么？你每次都说，结果呢？她该怎样还怎样。苏婉晴，如果你连自己的妈都管不了，你凭什么让我跟你过日子？陆景川，我回来之后，好好跟我妈谈一次。你最好说到做到。苏婉晴终于回来了，她瘦了1圈，但精神还不错。她说领导很满意她的工作，回来之后真的升了职。但升职的事我没心思庆祝。我把她拉进卧室，你妈这1个月做的事你都知道了吧？知道一些，我妈跟我说了。她跟你说什么了？她说你不做饭，不洗碗，不拖地，天天加班到很晚回来。然后呢？然后他说你不顾家。苏婉晴，你信他还是信我？我当然信你。那你为什么不说他？他凭什么指使我干活？她是你妈，不是我妈。她要干活找你干，别找我。陆景川，我知道你委屈，但我妈年纪大了。苏婉晴，你能不能别拿年纪大了当借口？她年纪大了，她有力气骂我半个小时，没力气做个饭。
苏婉晴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去跟你妈谈，如果她不改，我们就先分开一段时间。我搬出去住，你好好想想。苏婉晴真的去找他妈谈了。我在卧室里等着，听到客厅里传来争吵声。妈，你不能总是指使陆景川干活。我怎么指使他了？让他做个饭怎么了？哪个女婿不做饭？这不是哪个女婿的问题，陆景川每天上班也很累。他累，他坐在办公室里吹空调能有多累？我在家忙一天才叫累。妈，你能不能讲点道理？我不讲道理，我养了你30年，我不讲道理，你翅膀硬了，当着外人说话。妈，陆景川不是外人，他是我老公。苏婉晴，你是不是嫌妈烦了？陆景川，我妈哭了。我知道。她说我嫌她烦了，她说她一个人把我拉扯大，现在有了老公就忘了娘。苏婉晴，你妈用哭来让你妥协，这不是第一次了。那你想让我怎么办？她是我妈，我不能不管她。我没让你不管她，我是让你跟她划清界限。她是你妈，但她不是你的主人。你30多岁了，不能什么都听她的。陆景川，你说的轻巧，你不知道我妈有多不容易。我知道她不容易，但她不容易不是她控制你的理由。苏婉晴，你今天必须做一个选择，要么你站我这边，跟你妈划清界限，要么你站她那边，我们就先分居。我不想再这样吵下去了。他做了一个我没想到的决定。苏婉晴转身去刘秀兰的房间，我在卧室等着。过了很久，她出来了，手里拿着一张银行卡。陆景川，这是我妈的工资卡，她每个月退休金4000块，都在这张卡上。从今天起，这张卡由我保管，她每个月的生活费我来发。你跟你妈说的？对，我跟她说，从今天起，她不能再干涉我们的生活。她的钱够她花了，不需要我们帮助。如果她不同意，我就搬出去住。她同意了。她哭了，但最后同意了。苏婉晴，你终于像个大人了。陆景川，我做了30年的乖女儿，今天第一次当了个妻子。当妻子的感觉怎么样？很累，但很值。苏婉晴拿了刘秀兰的工资卡之后，家里的气氛变了。她不再指使我干活了，也不再提什么租房间的事。她每天跳广场舞，回来就回自己房间，不怎么跟我们说话，冷暴力。但我不在乎，冷暴力总比热暴力好。陆景川，我妈最近不跟我说话了。正常，她需要时间接受。你不担心吗？担心什么？她又不是小孩子，她需要学会独立生活，就像你需要学会独立一样。我知道你在心疼你妈，但心疼归心疼，界限不能模糊。一旦模糊了，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。冷暴力持续了2周，然后刘秀兰突然主动跟我说话了。陆景川，妈想跟你道个歉。又道歉？陆景川，这一次妈是认真的，不是因为你逼苏婉晴，是因为妈自己想通了。你想通了什么？妈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把苏婉晴攥得太紧。她3岁丧父，妈怕她受委屈，就什么都替她做。结果呢，她30多岁连自己的工资卡都管不住。妈不是不想放手，是妈不敢放手。妈怕一放手她就出事儿。妈，您放手她不会出事，她比您想象的要强。但妈不确定。那您就试试，给她一个机会，也给自己一个机会。
陆景川，你比苏婉清强。妈以前不该那样对你，以后不会了。他的眼神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不是表演，是真的。景川，妈今天想做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想去看看你妈。您去看我妈？上次我把她带来的鸡蛋扔了，后来越想越不是滋味。那不是几个鸡蛋，是她攒了2个月的心意。我跟你道歉不够，我得当面跟她说一句对不起。你想清楚了？想清楚了。以前我总觉得自己有理，其实是我太看不起人。你妈没欠我什么，我不该那样羞辱她。我妈心软，您一去，她可能会说没事儿。她说没事儿，是她善良，可我不能真当没事。景川，你不用现在信我，妈今天不是说给你听，是做给你看。吃完饭我送您去。好。要是不想进去，现在还能走。都到门口了，不能再躲。景川来了，快进来！亲家也来了。亲家，我来看看你。来就来，怎么买东西？快坐。家里简陋，亲家别嫌弃。不嫌弃。亲家，上次的事儿是我不对。哎呀，别提了，都过去了。你说过去了，是你大度，可我不能装糊涂。那天我扔的不是鸡蛋，是你坐8个小时车带来的心意。我伤了你的脸面，也伤了景川的心。亲家，我没怪你，我就是觉得自己没见识，给景川添麻烦了。妈，您没有添麻烦。亲家，是我说错话，你别把错往自己身上揽。我知道城里人讲究，我下次来提前换双干净鞋。亲家，你不用改，该改的是我。以后你来看景川，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，那是景川的家，也是你的家。我再也不会说什么脏不脏、味道重这种话。我不知道你穿多大，按婉清说的码数买的。你要是不嫌弃，就试试。这太破费了。不破费。以前我让你受委屈，现在我想慢慢补。景川，亲家这次是真的有心了。软和，真软和。刘秀，不用不用，我习惯了。你今天让我做点事儿，不然我心里更过不去。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尝尝。甜，老家的，不值钱。亲家，现在才知道，有些心意不是用价钱算的。亲家，下次你来城里，我亲自去接你。不用麻烦。不是麻烦，是我该做的。妈，回家吧。景川，你妈比我有福气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她心里干净，受了委屈还能想着别让孩子为难。我以前只想着自己痛快，从没想过婉清夹在中间有多难。您现在能想到也不晚。妈，你去看景川妈妈了？去了，也道歉了。景川妈妈怎么说？她没怪我，可她越不怪我，我心里越难受。婉清，以后妈要是再管多了，你直接提醒我，别再忍，也别再躲。妈，你真的愿意让我说？愿意。那我第一件想说的是，明天我想自己安排家里的开销，房贷、水电、买菜，还有两边妈妈的孝顺钱，我都分开记。妈，你可以提建议，但不能替我们决定。妈，账本以后可以看，但不能拿走。妈，我不是防你，我是想学着自己过日子。行，那这个月菜钱你准备多少？不用怕算错，
错了下个月再调。那就按你写的来。这才像一家人商量事儿。妈，去哪儿？买菜。婉晴昨天不是把菜钱分出来了吗？我去买点便宜的。我陪您去。你不怕我又乱花钱？我不是盯着您花钱，我是想看看，您是不是真的开始把自己也算进日子里。家里不是吃不起新鲜菜。您别一边管我们，一边亏待自己。我老了，吃什么都一样。不一样，您要学会放手，也得学会好好过自己的日子。您不是要跳广场舞吗？买双舒服的鞋。浪费钱。这是您的退休金，您自己决定。晚上9点，苏婉晴还没回来，刘秀兰坐在沙发上，眼睛却一直盯着门口。担心就打电话，别等她一进门就审她。我问一下也不行。关心和控制不一样，关心是告诉她路上小心，控制是问她为什么不听话。路上注意安全，饭给你热着。妈，我刚下班，马上到。回来了，汤还热着。妈，你不问我为什么回来晚？景川说的对，妈是担心你，不是审你。先喝汤，别让妈白等。景川，妈挖了些红薯，想给你们送点儿。你忙的话，妈放文蔚就走。妈，您来就住2天，别送完东西就走。你跟妈说。妈，您明天来家里住，客房我来收拾，您别怕麻烦。婉晴，会不会不方便？方便，您是景川的妈妈，也是我们的家人。妈，您不用急着表态，要是不自在可以说。是不自在，毕竟我以前伤过他。那这次就别躲。妈，你去哪儿？换床单，明天亲家来，不能让他再小心翼翼地站在门口。妈，进来，别站门口。我怕把地弄脏。地脏了能拖。您在门口站得小心翼翼，我心里才难受。亲家，进来吧。以前是我说话难听，让你不自在。别这么说，都过去了。妈，我妈心软，她说过去，不代表我们就能当没发生。我知道。这次我亲手收好，不值钱。妈，值钱不值钱不重要，心意重要。这次我懂。妈，今晚您睡这儿。不用这么好，我睡沙发也行。妈，您来我家不是来受委屈的。我不是受委屈，我就是怕你难做。以前我就是太怕大家难做，才让您一直忍，以后不会了。景川，妈知道你护着我，可妈也怕你因为我和婉晴他们闹得不安生。一个家要安生，您忍了他们不改，这个家迟早还是会散。今晚穿这个，别再把好的留到以后。好，妈听你的。以后您也要学着不委屈自己。妈，您今天做的不错。你不用夸我，我知道光今天好没用。您能这么想，说明这次不是做样子。景川，说实话，我看到你妈进门的时候，心里还是别扭。我以前瞧不上她，现在突然让我低头，我也难受。您能承认难受，比装大方强。可我更难受的是，我想到那天她也是这么小心站在门口，我却让她更难看。所以您要改，不是为了让我满意，是为了以后您面对她的时候心里能坦荡。我懂，以后你发现我又犯老毛病，你直接提醒我。我会提醒，但您不能再用生气和沉默逼婉晴替您说话。这条
我记住。亲家，你别紧张，我真没怪你啦。你越这么说，我越觉得自己以前不是东西。别这么骂自己。那天你提着鸡蛋进门，脸上还带着笑，我一句话就把你笑容说没了。我这几天一想起这个，心里就堵。我难受是难受，可我更怕景川为难。他从小就懂事儿，我不想让他夹在中间。我以前也总说为了婉晴好，其实也是让他夹在中间。亲家，以后你带来的东西我都好好收。你来这个家也不用看我脸色，那以后我也不总说麻烦，咱俩都改。怎么不说话？今天看见你妈站在门口，我才知道她以前来我们家有多小心。陆景川，以前你护你妈的时候，我总觉得你在跟我妈作对。现在我才明白，你是在护一个当妈的尊严。婉晴，我不是要你对我妈多好过你妈，我只是希望你分了委屈，谁就该被看见。我以前看不见，是因为我怕我妈不高兴。那以后呢？以后我不躲了，家里的钱我来跟我妈说清楚，你妈这边我也会主动照顾。不是为了哄我，是为了把这个家过好。那明天你自己开口。妈，以后家里的钱我和景川自己商量，房贷、水电、买菜，还有两边妈妈的孝顺钱，我都会记清楚。你这是怕妈乱管？不是怕，是我该学会管自己的家。以后您有什么需要，可以直接跟我说，但您不能再替我答应任何事，也不能替我和景川做决定。那妈以后在这个家还能说话吗？能，您可以说建议，可以说感受，但不能再用生气逼我听话。妈，这不是赶您出去，是让这个家有规矩。行，这个规矩妈认。今天说的不错。我手心全是汗。怕你妈生气？怕，但我不能因为怕就让你继续一个人挡在前面。婉晴，你今天才真的像这个家的女主人。以后我会继续学。我能进来吗？进来吧。这张卡妈自己管，你们的钱你们自己管，以后妈想买什么自己算着来。妈，别哭，妈不是不要你，妈是学着不再拽着你，这样这个家才能真正往前走。妈也想往前走。